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领主特工队》。这款游戏大概2年多之前我录制过一次，但那是别人的速通视频。这次呢，自己投币，自己选人，自己上。我感觉看别人玩啊，都是虚拟的，只有自己上才能够把握得住。这款游戏一共4个角色可以选择，好吧，没有4个角色，只有1个，就是咱们现在选择的妹子。这个妹子的普通攻击非常有特色，就是大嘴巴不要钱啊。平 A 其实是可以利用一下类似于摆拳的设定的，但是节奏比较难掌握。另外，你平 A 的时候如果拉下，是把敌方抓过来向后扔，如果你推方向上的话，是把敌人打飞。如果你延迟半秒，那是一个强力的击飞，但是你延迟的期间，有可能敌方进行走位，从而挥空。但击飞敌人的这个动作，会导致我方的体位发生改变，这样敌方就很难击中你了。这一下召唤雷电是 AB 的消耗其实非常大，使用2下就半格血，但是它的攻击力也非常的高。如果你看那些高手速通的话，他们经常会施展这招。这里就是第1关的 BOSS 了，2个武士。第1关的 BOSS 比较简单，到游戏的后期它就变成精英怪。他的武器还有头盔都可以捡起来扔出去。BOSS 打倒了之后会爆出很多的分数，还有加血的道具，但是我不大明白为什么爆出这么多的卷纸啊。这2个 BOSS 是宅男吗？太费纸了。这种 BOSS 爆出来的加分的道具，如果你时间长不去捡的话，系统会自动给你捡起来，但是加的分就比较少了。这下强力的挥空技，像打排球一样。游戏的打击感还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人物的比例比较小，所以说同屏能够存在很多的敌人，场面比较火爆。应该说本作的素质还是非常优秀的，但很可惜，西武于1993年出品的时候生不逢时啊，当年的大作太多了。2D 的格斗游戏正值巅峰，所以说本作没有获得太多的人关注。不小心轰到了普通人，你看他们往屏幕的边缘跑，撞到墙了呢，还继续跑，这头真的是铁呀！我现在拿的火箭筒这个武器，应该是游戏当中最强力的武器了。这款游戏实际上是有几个版本的，包括后期的《领主特工队2000》这种改良版。改良版和原版比，应该是多了一个连击键。另外，关卡的顺序也不大一样，甚至火箭筒的数量、位置给的也不一样。综合来看，还是后面的版本难度较低。我的血量不多了呀，这里有一个回血的道具，血量已经空了。
捡了2次，这个回血道具没捡起来，真的是奇了怪了。我现在怎么对不准了？对了3次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如果你时机掌握得当的话，你可以让他一直站着，然后通过摆拳或者摆拳之后抓他，直接就把他连死。如果他倒地的话，就容易上小兵了。刚刚大家可能已经看见了，玩的时候存在一定的贴图错误，这种贴图错误甚至会影响到对 BOSS 弱点的判断。因为这款游戏模拟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说完善性不是很高。那早期的模拟版本有着严重的 bug 和贴图错误。这个 BOSS 感觉一个飞脚，人就没了。他没有多少血了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6关，其中第6关的长度大概在10分钟左右，非常的长啊。整体通关下来大概要半个小时，所以说可能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。第3关了。游戏看起来也是有物理引擎的，之前也说了，这款游戏的手感非常不错。有些东西呢，你不用亲自的上手去把玩啊，你看这个画面就能够想象到，手感肯定是不错。关卡的流程当中，可以捡到大量的攻击道具，这种道具向外投掷的时候，可以向8个方向进行投掷，这点还是比较自由的。我记得之前给大家录制64号街侦探的时候，抓住敌人之后，可以把敌人向背景进行投掷，把墙壁砸开，里边会有道具。如果没有墙壁的话，可以把敌人直接扔到水里面去，或者悬崖下方，这样秒杀。这款游戏就要用一个立体的眼光来看了，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平面的卷轴，因为很多的 BOSS 级的敌人也会跨 Y 轴进行攻击。跨 Y 轴的攻击真的是讨厌。这里出现了忍者，这忍者的血量好长啊！精英怪级别，主人公4人组里边的小红和小蓝，看他们的装扮也是忍者，但看招式又不像。前方这2个精英怪，他们的攻击就会跨 Y 轴，会飞扑、冲撞等等。地面有一个火箭筒。我刚说完飞扑和冲撞，就给了我一下。差一点血，我想先把杂兵干掉，然后再捡这个道具。里边呢是本关的 BOSS 战，打2个歌舞伎装扮的敌人。看他们的装扮，我想起了世嘉 MD 平台的魔王莲师子，还有噬魂的千两狂死狼。这里打倒了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家伙出招略快啊，头发已经打到我了。哇，这下也打到我了。里面有加血的道具。感觉可以 AB 他一下。
这样的话，第3关过了。这款游戏的剧情跟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游戏的开场发现一个妹子被抓走了，被抓走的妹子叫做唐娜，她在11区发现了长生不老的秘术，想要进行研究，但是呢，敌对的格普罗博士就把她给绑架了。格普罗博士也是想要长生不老啊，这样的话，唐纳家族的财团所属的4个特工就出发去解救唐纳。这4个特工所属的组织就是灵组。这个剧情可以说是稀松平常啊，毕竟是动作游戏，大家对剧情的要求不高。而且你看现在啊，网络比较发达，大家可以查到，或者是从大叔这样的主播这里了解到很多游戏的背景故事。但是当年咱们玩的时候，谁管那些呀？关心的只有一个游戏币能够玩多久。所以说小的时候真是单纯啊，只注重时间的长短。那现在知道了，质量也很重要。这是玩的多了，有经验了就懂了。火箭筒我在这里就轰了。其实我感觉空着手打 BOSS 也没什么，只不过是没有拿着火箭筒有效率。这个游戏的分数还是不少，通关之后大概能得1000多万分。这里分场景了，这个回血道具先不吃，留着 AB 呀，AB 还是划算。清怪比较快，如果被对方打了呢，血没了，怪也没有清到。这款游戏的难度还是有，难度主要是来自于2个方面。之前也提到了，这款游戏的人物比例比较小，所以说同屏会存在很多的敌人，并且呢，敌方的这些小兵，他的 AI 还是很高的，非常喜欢绕后，而且攻击的倾向非常明显，有机会他就会出手打你，而且大部分情况都是绕后。对你进行包夹，被包夹这种啊，我已经很难防了，尤其是前后的、左右的都顶不住。这里打了一个精英怪小 boss 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看女主向场景的纵深方向走。很遗憾，这款游戏只有1代，没有续作了，因为当年这款游戏销量不好，所以说被官方放弃，实在是非常的可惜啊。我的血量没有回满。捡了个蘑菇，这样的话把血加满了。本关 BOSS 战，高手打这个 BOSS 都是摆拳，然后抓 BOSS， 打2下，继续摆拳。但是那样的话容错率其实非常的低啊，我觉得那样的套路不太适合普通的玩家。所以说呢，我比较习惯把 BOSS 堵在角落。打起来其实也很快。哎 ，BOSS 飞了啊！这个 BOSS 啊，最后挨了一记千年杀，
仙女算花了呀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半期再见。